起初男人并不在意儿子说的，新家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直至这晚他想跟妻子煮饭时，惊魂未定的老马往外看去，才发现自家院子发生了车祸。也从这天起，老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整天想着昨晚的车祸，工作时心不在焉，偷偷查阅事故车辆的新闻。隔天除草的时候，司机的家属在路边钉上十字架悼念，他才意识到原来司机抢救无效走了。这一刻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一来很好奇死的那个人是谁，二来有些替死者感到可惜，于是仔细看了一下十字架上的名字，并查阅死者生前的社交账号。当得知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橄榄球员时，他更为死者感到惋惜。之后他仔细观察家门口的弯道，地面有多处急刹车痕，为了减少事故发生几率，他除掉了挡住提示牌的杂树，整晚呆坐在院子紧盯着马路，看看来往车辆是否安全。然而这条弯道弯度实在太大，小小的警示牌起不了太大作用。没多久意外就再次降临，这晚老马正在后院烤肉，前院传来一声巨响，老马连忙飞扑到前院，刚好目睹肇事车辆掉头，他狂奔而上想拦住车子，但还是被对方逃跑了。接着他回头去看另一辆车，司机伤势严重，意识模糊。老马安抚道：“救护车快到了，你坚持一下，我会陪着你。”然而司机伤势实在太重，没一会便彻底失去了意识。而更让他心疼的是，此时司机的家人打来电话，老马犹豫了一下，拿起手机。正当他犹豫要不要接电话时，警车赶到了现场。他竟鬼使神差地将手机揣进了自己口袋。事后他向妻子倾诉，都怪自己没能力救人，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机。但妻子并不是想跟他讨论这个，而是担心这件事会吓到儿子。怪不得这么好的房子卖得这么便宜，这片草坪都不知道车祸死了多少人。也难怪刚搬进来的时候，小孩说这里有股臭味，可能是小朋友嗅觉灵敏，嗅到一些血腥味。妻子想跟老马商讨搬离这里，但老马此刻心里只有刚刚那位司机，他认为妻子太没同情心了。妻子想到他刚刚目睹司机离世，可能是一时被吓到了，也就没再跟他聊下去。隔天老马就读取了司机手机里的资料，了解到了司机生前的经历和家庭信息，接着又跑去参加司机的葬礼，安慰当晚打电话那位女士，也就是司机的女儿。结合在手机里看到的资料，他谎称自己是司机的高尔夫球友，编造了很多谎言来安慰女人。其实他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自责没能力救活司机。这种强烈的自责心理驱使他报读了一个急救课程，上完课还不满意，还要偷偷网购一个假人回家练习。老马像走火入魔一般，总会被路过的车辆吸引，长时间待在窗边观察路况。却就在此时，另一件怪事发生了。妻子发现儿子的头秃了很多，这里少一块那里少一块的，难道是传说的鬼剃头？询问过后才得知，原来儿子为了缓解害怕的情绪，自己抓掉的一团头发。两人不得不带儿子做心理辅导。妻子认为是这2次车祸吓到了孩子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搬走，但老马认为搬家解决不了问题，第一时间救人才是解决办法。见夫妻俩意见不一，辅导师只好提议可以观察一段时间。事情发展到这，老马的初衷已经变了，不再是想着如何救人，而是为了证实自己能救人。他开始迫切希望家门口再发生一次车祸，好让他展现自己救人的本领。以至于妻子让他送儿子去学跆拳道，他都表现得一脸不情愿，因为他想尽可能留守在家里，一旦发生车祸就冲出去证明自己。偏偏就在他接儿子回家的时候，最不想发生的事，也是他最期盼发生的事发生了。一辆救护车快速擦肩而过，不好的预感袭来，老马立即加速追上去。果不其然，家门口一辆车燃起了熊熊烈火，老马让儿子待在车里，自己则冲回到院子。其中一辆车被烧成了废铁，另一辆车的司机被抬出来。老马紧盯着医生如何做心肺复苏，这种走火入魔的神情，似乎在说我要是早一些出现就好了，我可以救活这个人。此时身后的记者喊住了他，想跟他来一次现场采访。老马这才回过神来，儿子还在车上，连忙快步冲回去。糟糕的是，儿子不知何时跑了。Max! Where's Max? He was right here. What do you mean he was right He was right here. Max! Max? Max? 原来儿子跑到了案发现场，妻子心疼坏了。小孩本来就心理承受能力低，老马还疏忽照顾，让他目睹这场悲剧。因为这件事，老马被要求去见心理医生，但他丝毫没觉得自己有错，反而责怪妻子给孩子报跆拳道班。如果不是要去接孩子，他就能第一时间救人。No taekwondo, no dead guy, no dead guy. 因为整天想着车祸的事，老马疏忽了很多工作上的事，导致被老板炒鱿鱼，这让本就性格懦弱的他更感到没成就感，也不敢将这件事告诉妻子。妻子执意将房子出售，他也不敢吭声，心里只想着快点再发生车祸，好让他证明自己有用。这晚他在收拾儿子玩具的时候，发现儿子用积木玩具复原了事故现场，特别是穿白衣服的小人，就是当时穿着跆拳道服的儿子。但他选择了视而不见，甚至变态到将放在路边的垃圾桶推到路中间，恨不得下次车祸快点降临。可惜他等了整整一晚，车祸都没有发生，只好乖乖地将垃圾桶拖回去。因为隐瞒自己失业，他不得不假装每天按时出门上班。
一个人在家这段时间，他躲在屋里不停练习心肺复苏，时不时守着窗边等待事故发生，迟迟等不到事故就在网上翻看车祸录像，看看别人是怎么救人的，万一到时候能派上用场。就连有人过来看房子，他都告诉人家房子不卖了，但纸始终包不住火。下午夫妻俩来到心理医生那了解孩子的情况，医生表示孩子的情况并不严重，不像是因为车祸引发的恐惧，可能是一些别的原因。这话可把老马乐坏了，这番话无疑是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，妻子的观点是错的，没必要搬离这里。但谁对谁错他自己清楚，毕竟儿子摆的积木已经很明确告诉他，就是受到了车祸的影响。但老马偏偏为了证明没必要搬家，隐瞒了这件事。咨询到一半，妻子收到中介来电，才知道老马跟别人说房子不卖了，气的妻子立即回家收拾行李。 Where I am trying to sell our house and you are trying to sabotage it. Rach, they were pregnant. I couldn't in good conscience not tell them. It wouldn't be ethical. You mean like the way that you didn't tell me you got fired? What? You were fired. 妻子收拾行李的时候，还发现了藏起来的假人，这更加坚定了她跟老马分手的念头，匆匆带着儿子搬去了闺蜜家。妻子将这件事交给了律师处理，老马每周只有2小时探访权，实在没办法，老马为了挽回妻子，争取多点跟儿子相处的时间，只能主动出售房子。但在房子转手之前，他还是盼望着车祸出现，甚至敲碎了隔板，只为在饭厅也能直视路况。终于这天有人买下了房子，老马不得不打包物品搬走，他的心情很失落，再也没机会让他展现救人的伎俩了。而就在他搬行李上车的时候，因为下雨路滑摔了一跤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连忙测试了一下地板。老马有些窃喜，光滑的路面容易导致急转弯失控，但下雨天司机本身就特别小心，路过的车辆车速并不快，转弯的时候好像也没那么容易打滑。转眼一看家里的灯太亮了，一定是灯光警醒了司机，于是乎他关掉了所有灯，静静的等候车祸降临。还是不行，老马只好乖乖回到货车收拾行李。可转念一想，如果自己搬走后才发生车祸，其他在场的人要怎么救人呢？为此他将工具整齐划一摆好，将急救包压在上面，希望有人能用得上。可再想一想，今晚是最后一晚在这个家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索性拿着水枪对着弯道喷水。这还没完，他还要锯掉急转弯提示牌。事故真的如愿以偿发生了，老马连忙带上工具跑出去，掏出斧头试图撬开车门，殊不知斧头咔嚓断掉了。老马有些慌，第一步就这么难了吗？恰好此时有一辆校车路过，老马连忙招手呼救，并让对方拨打报警电话。几个学生用手机将过程记录了下来。老马剪断安全带将女人拖了出来，但女人失去了意识。他学的心肺复苏终于能派上用场了，可抢救了好一会，女人都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，为了证明自己有用，竟害死了一条人命。此时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，老马将女人交给救护员处理，